这拆过去的老房子，拆出来150块银元，上面除了有点脏，没有其他毛病。你看值不值？200一个。你那是银元上面的包浆，这不算啥毛病。这200一个，一听啊，你对银元都一窍不通。来，我先说说。咋可能一窍不通呢？银子多少钱一斤？我知道。虽然说银元含银量不准，我保证这些银元都是真的。首先，真假是没啥问题啊，这些银元根本就不用细看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。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，虽然说只有89%的含银量，但是自古以来可不按银价算。你这些虽然说大多数都是冤大头，状态可以归纳为铜货。但是壁面无伤无戳，你这上来报200一个，说明你不懂行情啊。反正都是意外收获啊。本身盖房子就缺钱。昨天150块钱一个，卖给俺邻居30个，还嫌有点脏。刚才就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这外边是银元的包浆，现实生活当中这可不算啥毛病，反而有些包浆让人看着更舒服，有些带老包浆的还会贵一些。150块钱一个卖30个，那我只能说你卖的有点亏了。无所谓，邻居的。我们经常在一块喝酒。少几十多几十无所谓，我让他挑的呀，都是带龙的。我说这一堆里边咋没有一块龙呀？你这确实是不懂。第一，价值是真奇葩，150块钱，说实话连银元的银价都不够。第二个，你这竟然还让他挑，就全部龙样。这龙样可比你这里边的袁大头贵多了，卖了都卖了吧。你把话说清楚这一块银元究竟能戳多少钱？说的呀，我心里都有点发毛。他说的喜欢袁大头，只给我100一个。给100一个，你直接不卖给他是对的。既然你们都已经交易了，我再给你讲那么多这好像有点显得不地道了。这有啥你说呗。一般一块龙阳的价值通常是常见袁大头的这个普通年份的2倍以上，具体价格还得以实物为准。反正龙阳不便宜。好歹只卖给他了30个，这相当于60块的价值了。我忍忍也就无所谓了，谁让我们是好邻居的。那你能这样大度，那确实是无所谓了。首先你这盖房子能扒出来150块银元，相当于是捡了个大漏，正好这一笔费用可以用到建房子上。刚才你上来给我要200一个，你说实话吓我一大跳。你要是放20年前，200一个我都给你全部打包。你们符合那时候的行情嘛？现在价格早都不一样了，就按你说的按斤称，这一块26.8克的银子，怎么着现在也能卖个200块钱啊？更别说你按无机文物来算了，就单说你这些袁大头为例壁面但凡无伤无戳的，这都是铜货。铜货指的就是流通过的银元。袁大头一共发行过4个年份，3、8、9、10，里边最贵的是8年，也就是除了8年之外，3、9、10这3个年份价格是一样的，只要不带版，这都是1000一个。150个里边肯定多多少少有一些带版的，具体都是啥版，我再一个一个的给你细挑出来，挨个算账。乖乖来，听你说这意思，我现在120个银元至少能值12万。对，如果都是带龙的，一个能卖2000以上。对，你说的价格差不多吧？因为龙样它也分很多种，刚才我只是跟你说的最基础的生龙，你像存世量更少的中央龙，那价格会更高，尤其是那些状态品相非常好的，那还能加价。反正价格主要是细看，都是啥的龙样吧。那不中，这哑巴亏我不能吃。我想着只错几百块钱嘞，这一下子竟然错好几万，这不瞎扯淡吗？我只是给你简单的打个比方而已，具体能卖多少钱，具体还得看实物。你之前主要是不懂银元的行情，你反正这个事情有点棘手，如果那邻居懂的话，恐怕是好买不好卖。毕竟谁也不会一下子把几万的东西便宜退给你，具体该怎么办，你们俩好好的协商。没啥可协商的，我必须给他要回来，这些银元就给你留着了。好。我怀疑俺家这块祖传的银元是假的这放时间长了不知道咋掉皮了，你帮忙看看。这不是掉皮，是包浆不同罢了。你这个是21年的传样，这属于稀少年份，我看这壁面没啥问题，这家传的看着还行，只可惜这壁面有划伤了。这是我故意发伤的，我就想看看里面究竟是不是银子。用指甲划的也没有找到刀子。你这幸亏是没找到刀子，用刀子划伤它就不是这样子了，用刀划伤它就变成硬伤了。你这只能算是划丝，
咱说句不好听的啊，你去拿去评级都不会给你分儿，价格的话肯定有影响。你这就不用检验，它肯定是银的。如果是白铜之类的呀，它就不是这种包浆了。是银的就行了。这大夏天的，我想去加工一个银镯子戴戴。你帮忙称一下有多重，我怕别人捅我的银子。这根本就不用称，所有过去的银元啊，这么大个的都是26.8克左右，因为它这个含银量是9银1铜，你在加工的时候啊，肯定多少会有所损耗。再说你这是军阀币，你就是普通的银元，你去加工手镯也可以啊，你不如直接去换购啊。我去金店翻购了，人家一听翻购就黑个脸，爱答不理的。我觉得还不如亲自看着加工，最起码我放心。换购的意思就是先变现再去买。你拿银元去金店，人家肯定不识货，觉得你拿这个东西不靠谱。你去加工看着是放心了，但是银元给你毁坏了，可惜是其本来你能多卖钱的，结果因为无知损失惨重啊。还能有啥损失呀？俺那村里面那人卖过，好像一个才100-200吧。我知道银子本身它就不值啥钱。再不值钱，现在银元也是无机文物了，他们可不是单纯的按银价来算的，100-200一个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价格了。你现在，你就是拿出来一块冤大头，怎么着也都上千了，更何况你这还是一个军阀币嘞。我不管它是什么币，买一只银手镯现在得300-400吧。对，我用自家的银元去加工，还能从中省点钱，不是吗？你可拉倒吧！以前用银元加工银手镯确实是省钱，现在用银元加工手镯是浪费钱。以前成品首饰少，当时银元价格也不怎么值钱，所以显得省钱。现在成品首饰款式比较丰富，也不贵，反倒银元啊水涨船高了。刚才我都说了，你这个银元不是普通的年份，传样一共发行过3个年份，21、22、23，最常见的是23，最少见的是21。好像也有20年的吧？24那都是一照，往往国宝榜新玩玩。那个24的传样啊，现实生活当中就没有发行过。像你这种21年的传样，因为它短暂发行过一段时间，我们个人家里边有啊，属于正常。24年就没有发行过，所以不存在有。而你这个21年品相只能说有点遗憾，因为壁面有划丝，这种划丝啊是无法修复的。本来这个传样能值6-7万了，那你以我现在来看，市场价也就3万以内吧。3万？对。你可别忽悠我。没忽悠你。这银元价格前后怎么错那么多钱嘞？你说的我都不敢相信了。那你不相信是因为你不懂，因为银元的价值高低主要取决于它的品相，壁面无伤无戳肯定是好价钱，一旦有划伤的话，肯定影响它的价值，尤其是这种高端币，因为高端币它不便宜，所以带伤啊会贬值一大半，很正常。那你这样说的话，我也不能去加工银手镯了。那是。这2-3万能买个金镯子戴戴的。对呀。估计说出来俺妈都不信。这有啥可信不可信的呀？你拿着银元去金店，肯定没人给你还，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古玩店的人懂。别看恁妈是祖传下来的，她对这个价值啊也不是太懂。你看这个21年的传样咋处理？变现还是继续拿回去当传家宝？2选1，你看着办。那就卖了吧。我一个女人家的要它也没啥用。那行，那我等会儿给你开个具体的价。